煮小米粥切记不要直接用水煮，掌握以下这几个技巧，小米粥香浓粘稠，米油厚。大家好，我是乐乐妈。今天我将从如何挑选黄小米、如何浸泡、熬粥、控制火候等各方面详细说明，一起看看吧。挑选黄小米呢，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：一、观察外观。优质黄小米颗粒圆润饱满，大小均匀，不存在干瘪、残缺或者是破损的颗粒。拿在手中仔细查看，每粒小米呢都充实完整。二、正常的黄小米呢颜色为淡黄色或金黄色，色泽均匀，有自然的光泽。如果小米颜色过深、过于鲜艳或者颜色不均，可能是经过染色或品质有问题，要注意。黄小米中的黄色素见光会分解，成品颜色往往会有一些发白哦。三、无杂质。优质的黄小米中呢不应该有杂质，如石子、沙粒、草屑等。四、新鲜的黄小米具有淡淡的米香味，气味清新自然无异味。如果闻起来有霉味、酸味、臭味或者是其他刺鼻的味道，说明小米呢可能已经变质或受到污染，不建议购买哦。接下来我们把小米放入盆中，在熬小米粥的时候，我们再加上一点点的大米。大家都知道小米呢它属于非常滋补的食物，但是小米呢却是属于凉性食物，加上就会中和小米的凉性，这样熬出来的小米粥呢就会更加的营养健康，而且也非常容易熬出小米油。加入清水，我们先把小米清洗一下。小米上呢都会有一些灰尘，因此在煮之前呢一定要清洗，但不要过度清洗，轻轻搅拌即可，使杂质漂浮在水面。如果使劲揉搓，过度清洗呢会把小米的香味冲淡。然后呢把脏水倒掉，这时再加入多一些的清水浸泡小米。洗好的小米呢千万别直接放在锅里煮，而是要单独的浸泡一段时间，整个时间大概为20分钟。这个步骤别看是一个小细节，但是如果忘了这个步骤，那么小米呢很难被煮透。浸泡后的小米呢煮起来就不会那么耗时间，甚至还能让小米粥变得更加的浓稠，喝起来口感呢会更好。浸泡的这个时间，我们来准备其他食材。一块南瓜，将其切成条状，再切成小块。熬小米粥搭配南瓜简直绝了！小米南瓜粥熬煮好后香甜可口，富含维生素和纤维素，有助于促进消化和提高免疫力。热乎乎的喝上一碗，别提有多舒服了。切好呢，先放一边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准备一把红枣，加入少许的清水浸湿枣皮，取一小碗面粉呢放入碗中，再下手揉搓。面粉对污垢呢有很好的吸附作用，能够进入到红枣的褶皱里面，把污垢粘出来。然后呢再加入清水，将其漂洗干净。用清水多冲洗几遍，将面粉冲洗干净，沥干水分，红枣呢就可以放心的使用啦。放入碗中，这会儿呢再准备一把剪刀，把红枣剪成小瓣，去掉枣核。红枣呢是公认的好东西，红枣熬粥呢对身体非常有益，不过需要去掉枣核，枣核属热性，不建议一起熬煮，先放一边。接下来准备一口砂锅，往里边呢加入多一些的清水，水的用量呢一定要多，一次性放够水，中途不要再加水，中途加水容易影响小米粥的口感和粘稠度。而想要小米粥十分粘稠，那么小米和水的比例呢最好是1:15。盖上盖子，开大火把水烧开。水涨开翻滚后，我们再把小米放进来，同时加入少许的白醋。很多朋友熬出来的小米粥颜色不黄发黑，其实关键的原因就是你没有放白醋，因为日常的饮用水中呢是含有碱性物质的，放点白醋，酸碱中和一下，
这样小米粥呢才会呈现出黄亮又食欲的颜色。还有煮小米粥呢一定要开水下锅，原因如下：一、冷水煮时间长不说，哪怕是用的是不粘锅，也容易沉淀于锅底结块，而热水下锅煮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。当水煮沸后下入小米，水温虽然会下降，但却会在短时间内再次沸腾，这样小米呢就会在水中翻滚，不会沉到锅底，既不会粘锅，受热也均匀，这样熬出来的米粥也更加的浓稠。二、热水煮时间快，可以大大减省早晨紧凑的时间。三、最重要的是，热水熬小米粥最多只要10分钟的时间，就能熬煮出冷水煮半个小时的效果来，会非常的粘稠，而且粒粒开花。开锅后，大火猛攻3分钟后，我们先把表面的浮沫呢撇干净，这样熬出来的小米粥呢会更清爽。这会儿我们再把南瓜块放进来，搅拌搅拌，使其混合均匀。有很多人喜欢南瓜和米呢一起下锅煮，这样煮法虽然比较简单方便，但是煮出来的南瓜粥口感不行。我们先把小米煮3分钟，再加入南瓜，这样煮后期口感呢是非常的软烂香滑可口，还有一丝的浓郁的香味，入口即化，非常好喝，又利于消化。这会儿我们再把浮沫撇干净，然后呢盖上盖子，改小火再熬10分钟。注意盖盖子的细节，锅盖留点缝隙，这样做呢可以减少锅内压力过大，泡泡往外冲的现象。这样做粥就不会溢出锅外啦。中途呢我们打开锅盖，然后呢把红枣给加进去，再进行搅拌。在后期熬煮的过程中，就需要不时的搅拌搅拌了，这样可以让小米受热均匀，熬出来的小米呢会更加的好喝浓稠，而且可以很好的防止小米粘锅糊锅的现象。然后再继续盖上盖子熬煮，大火煮10分钟后，这会儿呢来看小米粥已经是很浓稠了，闻起来味道特别香，和饭店里的一样有卖相。这会儿呢我们转大火，再大火攻煮2分钟，同时往里边加入少许的香油，目的呢是能够让熬出来的米油通过香油凝结在一块，熬出的米油更多，更加浓香又好喝。可不要放太多了，放上一点点就可以了。为什么前后都要用大火？第一次大火煮3分钟呢，是利用高温让小米快速产生热胀冷缩的效果，然后呢再改小火熬出米油，最后再改回大火，则是让米粥变得更加的浓稠。这样前后15分钟就可以搞定，比传统熬制小米粥的时间呢缩短了很多，关键是口感味道是一样的，米油一样的厚实。今天的方法您学会了吗？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了，大家无论多忙多累，也要记得按时吃饭，保持健康饮食。如果你也喜欢这道美食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让我们共同拥有美好的生活。希望这个秋天，每个人都能够吃出幸福滋味。不要忘了关注、订阅我的频道哦。下期继续分享更多生活小妙招，我是乐乐妈，再见。